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全世界都在等美国什么时候要对伊朗来出手，现在时间点已经出来了，就在今晚。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共和党的参议员格里汉，他在参加一个演讲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的，他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今晚可能就是那个时刻，现在只是时间问题。这个暴虐的政权必须终结。”这代表什么？美军的态势跟美军的凶狠的态度已经完完全全拿了出来，只是让我们没办法想到是美军已经这么狠这么凶了，但是伊朗人比美军还要凶。你看到所有最新的抗争画面，他们是拿汽油弹直接砸，他们砸到哪里？往市政大楼直接烧了出来，而且让我们觉得最震惊的是，他们竟然火烧清真寺。我们都知道伊朗是一个神学政权，他们竟然烧了清真寺，甚至连可兰经都直接给烧毁了。而现在伊朗人是完完全全是用觉醒过来形容，他们现在在干一件事情，他们竟然到很多的官员家，甚至到了很多的安全部队的家里去做一个标示。为什么是要去做标示？因为当今天你早上镇压我们的时候，晚上人民就会去找你们。这次的伊朗人跟之前委内瑞拉人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委内瑞拉人是什么？他是 Sir this way。这边请，但是这一次的伊朗人，他是从 Sir Follow Me 到 Sir Cover Me。好，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政治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最后一位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松哥，我们刚刚讲，今晚要决战了，今晚要开杀了。但是最有趣的是什么？川普今天的访问，他今天暴露一件事情，他说：“哦，我跟你讲哦，伊朗的领导人昨天有打电话来，没错，打电话来之后，他们要求和。”我心里想，伊朗到底发生什么事？伊朗被欺负的时候，应该去找中国，应该去找俄国。他们怎么会跟美国要求和？没错，实际上现在的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他知道说他大难临头了。为什么？因为他这几天他当然有跟中国求救过，跟俄罗斯求救过。问题是两个老大哥已读不回啊，那已读不回怎么办呢？他就只好亲自跟川普接触。所以川普说什么啊？伊朗领导人昨天打个电话，会议在安排中，他们想要谈判啊，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被美国痛击啊。他说 beat up。那伊朗想跟我们谈，那当然，他说在会议真正举行之前，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行动，然后让抗议者的死亡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军方正在考虑对伊朗采取非常强硬的选项，非常强硬的选项，原文叫 very strong options， 就是非常强硬的做法。好。所以呢，因为之前川普就说你不要给我动这个示威者，就没想到已经有数百个示威者死亡。所以依照川普现在言出必行的做法，他一定会做嘛，对不对？所以呢，美国的这个参议员呢，格拉罕他说什么？他说呢，我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但今晚可能就是那个时刻。今天晚上，所以看起来的话，时间越来越紧迫。所以为什么有哈米尼打电话去？但是伊朗就说啊，没有，我们没有打电话给你。但是问题是，我认为说哈米尼现在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事实上，除了美国蠢蠢欲动之外，你看以色列纳坦雅胡，他也说什么？我们正处在最伟大的军事行动中。那以色列的这个行动目标是要清除核武器还有导弹的威胁，然后这个压迫你们50年的这个伊斯兰政权，摧毁美国和以色列。所以呢，以色列也准备出手，所以现在美国跟以色列已经成兵在这个伊朗的门前了。尤其是像伊朗境内目前为止大规模的示威啊，你看到处都是放火啦，汽油弹直接给它甩出去，烧成这样的。市政厅，然后这个他们还什么烧可兰经，还烧这个他们的这个所谓他们的清真寺。你想这太夸张了吧？因为清真寺跟可兰经对这个伊斯兰教徒来说是不可亵渎的，就没想到他们居然这样子。那这样意思是什么？反正你把我们逼死，那我们只好跟你对抗。所以你知道，事实上哈米尼现在的压力是前所未见的高。所以你要说，他有没有打电话给这个川普？我相信不是他，也是他身边的高层打电话跟川普求饶的一个状况了。而且是照我们这样一路这样讲下来，像伊朗人甚至完全醒了，他们就是什么？就算我的生命没有了，我要把你神权拉下来。对，好，我们有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出现了。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呢，伊朗现在共和国国旗是这样，对不对？对。然后他们过去叫做伊朗的狮子太阳旗，这是过去的王权时代，所以过去呢就是用这个旗都不能够有这个旗。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X 呢，把这个伊朗的国旗改掉。你看这是哈米尼的账号哦，他被拿掉了国旗，原本这个国旗被拿掉，换成是太阳狮子旗。对。那狮子太阳旗，那你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们知道 X 是谁的？X 是伊隆马斯克的嘛。对。那伊隆马斯克呢，是不是现在星链计划也在伊朗上空？对。所以他就说什么一切按照原定计划。什么叫原定计划呢？就是第一个，我 X 打到上面去，我这个所谓的星链计划打到这个伊朗的上空，我要让你们互相串联。然后我 X 改了之后，你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X？ 你看，这个连哈米尼他都把这个国旗都换成是这个狮子太阳旗啊，用这样来撼动整个伊朗的民心嘛。哦，原定计划，没错。所以呢，我才说嘛，这美国看来的话是有这个组合拳，就是网络也给你，网络讯号给你，让你来看我们的 X。那 X 来说就有非常多的讯息，就要推翻打倒哈米尼嘛。好，那你知道，事实上现在目前为止来说话，真的，我就讲，现在很多具有宗教图腾，你只要试想。具有宗教图腾都会被焚烧，你就知道说这些民众到底有多生气。这是清真寺，我真的没办法想到，对啊，清真寺被烧，那是当地人的信仰。对啊，当然那是不能被亵渎的地方。对，没错。你竟然敢烧清真寺？我们知道说，在西方世界或是在我们东方世界都一样，谁敢去烧什么佛寺？谁敢去灭佛？那谁敢去烧清真寺？谁敢去这个践踏所谓教导？没有人敢。就他们居然这样，你看示威的群众就焚烧清真寺，而且上面人这么多。对，为什么？因为清真寺目前为止就是神学政权哈米尼的象征嘛，我们把它焚烧掉。好，那你看很多这个焚烧，很多这个清真寺来说，真的就是他们打进去烧了。烧人啊！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他们还烧《古兰经》古兰经假的，《古兰经》是他们每天都要读的这个经典，照样把它烧。以前来说，你看不是有这个西方人士这个把《古兰经》的翻译的都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有些故事，他们就想去杀那些作者，就没想到他们居然现在在烧《古兰经》你就说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氛围，我就说这是不一样的氛围哦哈！你看这是相关人士，你看真的拿起这个《古兰经》的残骸，他们居然烧了他这个连这个都相当不能够。现在伊朗人真是铁了心，对，我要把它翻掉。甚至你现在看到，这是伊朗这个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哦，对，是直接拆掉了。对，实际上这个标志，这个是类似一个圆球的标志。那这是在什么地方？在马什哈德。马什哈德在什么地方？马什哈德就是最高领导人哈米尼的故乡，对，那也是他们神学式政权的这个宗教气氛最高的。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球就是这个球啦。就是这个东西啦，对，好，所以就是整个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旗的象征的这个球被人家拆掉，所以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到底要推翻你嘛？你看这是什么？这在海外都是这样，对，这是在伦敦。那这个伊朗驻伦敦的大使馆这个地方，然后就有一个男子呢爬上了这个旗子，他很能爬，因为爬上去之后，对，他把伊朗的国旗对直接扯掉了，把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子，就是类似是我们哈米尼的象征，把它换掉，换成什么？换成我们刚才讲的狮子跟太阳旗。所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的人，我们不要哈米尼，我们宁可让这个巴勒维回来。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他们很多伊斯这个抗议群众呢，在整个国内，他们伊朗国内他现在就挥舞了旧的国旗，就是狮子跟太阳旗的这个状况的一个情形。好，那除了这个到处在挥这个旧的旗帜，当然这个象征意义非常浓厚之外，那这几天在网络上爆红的还有一个女生，这女生是什么？这女生来说的话，她等于是用火呢焚烧哈米尼的头像。真的假？对，女性对烧哈米尼，对。就被处死的，对，没错。结果他是直接公然这样子处理的。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这个象征意义，因为为什么？因为女权在哈米尼的神学政权的时候被压制非常紧，对，所以就故意这样做。所以呢，连女性现在都崛起的一个状况，而且她现在在网络上爆红嘛，大家很多人就仿照她这个梗嘛，所以大家知道，事实上现在女性的崛起，伊朗有一半人口是女性，这崛起，你看对哈米尼的影响当然更加重大了哈。所以我们讲一系列的这个抗议活动来说的话，因为哈米尼还是有镇压嘛，所以按照目前为止的媒体知道说，已经大概约莫有400多个，大概有接近500个这个示威人士死亡了。可是我就讲，川普在外面说你敢镇压，我会有动作之外，但是这些民众也自己有动作。对，所以你知道现在怎样？居然里面有47个军警或是执法人员死亡，还有1名政府的相关人员死亡，检察官死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民众就直接去杀你。对，你敢杀我，你敢镇压我们呢，我们就杀你。伊朗人也太悍了吧。对，没错。好，那甚至现在已经有一些军方了，就倒戈。你看有一个军方说什么？他说他收到了川普的贺信，而且表示支持，他亲吻了川普的照片，然后说我们也会让伊朗再次伟大。对，所以现在是来 cover me sir， 川普你来找我们吧，这样的状况就出现了。好，那么这个军人，你看现在军方已经有人倒戈，为什么要倒戈？
赵尔，我不倒戈，我可能会死。对，就是这个人。对，他完全不会怕，是他穿的是伊朗的革命卫队的军服，对，然后拿着川普的照片亲他照片哈，天哪，川普亲我，你该出面了吧？你要 cover 我们了吧？好，所以事实上现在完全不一样。好，那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因为现在很多民众他们开始标记说，赵和，你居然敢要镇压我们，好，我就去你家，我把你家标记起来，标记这就是杀人魔张兆和的家。好，所以这民众会怎样？会有人就进去你家把你赶掉啊！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这样。他说：“你消灭我们的家人，我很快就会消灭你们。”所以他们用这个字就写在他的家门口哦。对，所以就这样哦。那还说什么？那还很多人说什么？他说：“我们不怕，我们会战斗。”所以现在等于是这些，你看军警啊，或是警察看到这个，你不会害怕吗？你真的敢开枪杀人吗？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军方高层，或是很多革命卫队，甚至军警人员就被杀掉了。而且我觉得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现在有很多伊朗人在上面写那个位置，对不对？是。他写的是什么？他写的波斯文。是。我以为是给美国人看的，你要去帮我把它炸死。不是哦，他是给所有伊朗人看的。你伊朗人，你要自己奋起，是，你要自己站起来。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应该是要怎么做了。对，你看有一个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上校叫马迪赫。他讲，他在1月3号下令开枪，然后造成10名的抗议者死亡，就他们民众非常不爽，非常不能够接受，就他们就会找出这个他的家之后，他们就登门拜访，而且就把他毙掉了。那毙掉之后处理掉，那处理掉之后，就你知道伊朗官方说什么啊？说没有啦，他是因为家中瓦斯外泄而突然死亡的，官方不敢承认他是被上校对就被平民对晚上登门对就给他处理了，所以不能够说嘛。你看你敢这样说话。就没有人敢开枪了。好，所以你看一个上校被干掉，那另外还有一个他是警卫队的这个指挥官叫这个贾瓦德，没想到他也是一样，他在跟民众对峙的时候就没想到了，这个民众对峙，他们就说，这个是最高指挥官，我们去把他干掉，就民众突围就拿刀把他砍死啊，就直接把他干掉了。所以呢，事实上我就说，现在民众已经开始直接对你的高层开始一个一个屠杀。对，我们就说，事实上是在之前的孟加拉政府要倒台的时候，就是出现这样。对，我们不是看过孟加拉去揍什么财政部长一大堆人去官员里面加，他现在就这样，所以我才说这个往上延烧下去，说当然对压力非常大嘛。所以我就说嘛，现在目前为止，我的委内瑞拉是 Sir， 对，这边来好。他们已经从 Sir follow me 到 Sir cover me。cover me 什么意思？是我原本要请你帮我去处理它，是现在怎么你来罩我？你掩护我冲第一个啦，是我冲第一个，我死都没有关系，我就是把它翻掉的。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现在整个伊朗的局势来说啊，的确已经到了空前未有的这个高压。好，那个高压的时候状况怎么样？我就说这个哈米尼为什么就打电话给这个川普求饶？因为老大哥不理你嘛。你看老大哥俄罗斯，好，俄罗斯来说，你看这个俄罗斯怎样？他的这个俄罗斯呢，他从这个 evacuation 就是撤退，从他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大使已经开始撤退。那为什么要从以色列撤退？听说他这里面也有一些所谓从这个伊朗来的，就是伊朗的大使啊，或者是一些人员呢，已经先来到了这个以色列之后，然后他们一起坐这个班机从以色列起飞回到莫斯科去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有可能在这次行动里面他会动手，所以呢，那他们这些大使馆人员就干脆撤走算了。还有从伊朗来的人都已经撤走，所以还出动了3架军机。你看3架军机已经载走非常多人嘛。所以俄罗斯他这时候赶快，他把人全部调走，对，他先跑了，对，这代表什么？这是个赛，这代表什么？以色列跟美国对真的要动手了，对，所以我就说他们也从以色列撤了，那也从伊朗都撤了，所以现在这个俄罗斯大概知道说啊，中东万波邦啊，我就赶快撤了。好，那你还有习近平可以靠啊。不好意思哦，你看哦，这是中国的文章哦，你看这是网易的首页啊，他说伊朗必须自己支援，别做梦中国挡枪啊，莫扣零啊，太坏了吧？对，他说什么？伊朗这个国家太投机了，那思维很印度啊，平时的这个牛逼哄哄，一上强度就拉垮，就说你平常嘴巴讲得很大声，但是美国给你一施压你就垮了哈。然后他说，在这种背景之下，伊朗还想着中国来帮他挡枪子，实在是太异想天开了。这个世界上大哥不可能替小弟冲锋，这是秩序和规则。伊朗搞错啦，所以意思是说嘛，中国不会理你的啦。中国当然，中国现在打给把踹了蛋啊，对不对？中国搞不好过一阵子也开始从伊朗撤人走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中国是不可能会罩你的。所以你看，事实上现在中俄都抛弃了伊朗的时候，现在哈米尼能怎么办？我觉得已经是摇摇欲坠的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伊朗的倒台，这个政权的倒台，应该在这几天的时间而已。宇轩，现在是什么？伊朗已经做一件事情，
他把网络全部都断掉，就没想到现在是星链进来了。星链进来之后，我们先看到这一张照片的时候，我吓傻了。这是所有伊朗人有星链之后，开始把他看到的东西全部都传了出来。除了比这个夜之外，像个星星一样，里面这一张照片，这张是川普。来，我们看到这张川普，这川普当时被枪击之后，他不是站起来 fight 吗？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伊朗人也要有川普的精神。你就算射死我、射伤我，那又怎么样？我就是要奋起的。最早现在的确呢是伊朗我们讲网络来说最黑暗的时刻，但对他们人民来讲呢，是他们历史上最光明的一个时刻。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他们把每一只手机，其中这一张就是川普的照片，这一张也是川普的照片，这一张是他们巴勒维王储的照片，以及他们革命的画面，全部人都围绕起来，而且比着这个所谓的耶，也是 victory 手势。他们这张照片的故事是什么？要秉持着川普这样的精神，也就是 fight， 跟这些神学式政权战到底。所以你看哦，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张照片。他们有留一个言，写说什么？伊朗人与他们的心链，唯一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生命。谢谢你，全部哦，一大堆伊朗人鼓噪着，像你看拿着手机照着光说 ，Thank you Elon Musk，Thank you Donald Trump， 因为他们基本上哦没有网络，所以手机全部开那个灯罩模式，手电筒，然后开始在挥，甚至你从更高空你去看哦。这个伊朗一片哦，你不讲我还以为说哦，怎么跟台湾很像，你知道？因为台湾电灯、路灯非常多，对，他们那个整个高空，整个伊朗整块土地。全部都在发光哎，吓死人呢！他们在屋顶上啊，一个一个的屋顶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一块一块的这个星链板。对，这些都是星链，你刚刚讲的都是星链。对，等于说那个就是手机。如果不是有伊隆有创，他没有办法有那种场景出现。而且你知道吗？伊隆还跟他讲哦，这是在对话里面哦，他说哦 ，so glad Elon got it up and running. A bet they were expecting that to happen， 就是我们原本没有期待说。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哦，猜不到这种事情发生。川普说，Elon Musk 把它完成了。你要让这些革命的人可以去联系嘛，而且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外界传出去嘛。你自己看有没有传出来了？有啊 ，Arihan Papa 直接 po 这个伊朗的画面，在美国到处去播送啊。他说，如果没有这些网络，没有星链 North Carolina 跟 Texas 的东西的话，我谁知道伊朗革命来？这个是谁？我跟你讲哦，我直接讲句白话文，各位你就听得懂。这位女性哈，她就是伊朗的蔡依林啊。哦，就音乐家，很有名的一个人，对，他就是一样 po 文哦，然后说 A message for Elon Musk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of Iran， 他非常感谢他，结果你知道 Elon Musk 跑来这边也补充留言，爱心，爱你哦，爱心，他就跟他讲说你试试看哦，就跟那个哈米尼嘛，你试试看，来，各位，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断网的部分。你看哦，原本这是他们的网络使用率，这个叫做偏正常，也就是大概95到100%，就瞬间你有没有看到？在12点这边左右的时间点，1月9号开始蹦一个，它这样变0%，就你说的，它真的搞到跟实际时代一样。对，然后我跟你讲，现在还是维持一直在0%哦。对。但是呢，他们就透过我们讲 Elon Musk 的星链，但是我跟你讲，星链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普及，而且呢，它本身还会受到干扰，所以你知道他们想出一个奇葩的方法，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叫 BitChain。你知道什么叫 BitChain 吗？Bit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一个 bit，它用蓝牙来做连线。哦，比如说我跟你赵和，我们现在的距离呢大概2-3公尺，对不对？那你跟比如说我们讲国珍，大概我们讲的10公尺，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技术，也就是说我手机跟你手机只要在蓝牙可以连接的范围之内，我就可以这个 BitChain 说 Yo what's up dude， 可以跟你做联系。哦，我完全不用网络，我用蓝牙，我们可以三方甚至4方。对，都可以对话。我把讯息晒给你，然后我跟你最远蓝牙可以看手机好嘛？有些可以到100公尺嘛，但100公尺它就可以再继续连。比如说一个人连一个人，一个人连一个人，那大概连到6-7个人左右，大概我们讲200-300公尺。他利用这样的方式把讯息这样传出去。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民主接力。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一棒一棒把这个讯息丢出去。你看，就是这个 BitChain 有没有？开始蓝牙连蓝牙，然后连蓝牙，全部人打造一个网络。而且呢，这个东西哦，它又有点对点，然后我们讲不需要点对点啊，而且呢，它又有匿名性啊，然后这种我们讲的比较安全，至少不会说事后还遭到清算。唯一的问题在于说你要够团结。那你觉得看现在伊朗的样子，像是不团结吗？每个都把我们讲了团结到不行嘛。所以现在甚至有伊朗人想出天方夜谭，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唯一能够把这整个政权颠覆掉的希望，你要寄托在美国跟以色列身上。对，所以他开始突发奇想说，每次川普要谈什么比如说加沙走廊，他说他什么？他打造漂亮的黄金大楼啊，要美轮美奂建筑物啊。然后比如说去到乌克兰，他想要去挖矿啊，所以要给川普一点垮丘类嘛。对，知道这种东西你知道叫什么吗？对，这就是伊朗的故宫。
这个叫做哈梅尼陵墓，也就是说它总共这么大一个都是他的陵墓。我跟你讲，大是第一个要点。对，川普最喜欢说 very very big very huge。对，还有一个什么 golden。你看看，对，有金色就中了嘛。他们说啊，川普熊盖这边这金光相向，来对嘛，金光相向。他要把伊斯兰革命创始人的陵墓送给川普当礼物。哎，对，而且我们讲他是家族的哦，他里面还放好几个哦，不是只有放一个人哦。里面这么漂亮，又大又辉煌，金碧辉煌，然后这么漂亮，所以我想这以前是德黑兰的，我们讲算是一种圣地，因为占地4900个英亩。那你想想看，这种圣地呢，它是有宗教意义的，它是有仪式感的。但是呢，他们现在的意思是说，我只要能够换来我整个国家体制的完善，以及呢国家的兴盛，你把它拿去，你知道他们叫川普拿去做什么吗？你去做 casino 啦，你去做 hotel 啦，你要去做什么都没关系啦，真的假的？拿去弄来，结果呢，这个发文之后，你不要以为是开玩笑哦。336.6万，这真的会成真？对，一堆人支持啊，一堆人看啊，一堆人认同、啊。伊斯兰革命创始人的陵墓花费了这么多钱，20亿美金的地方，我让你川普随便用。对啊，你看，因为他当时你看哦，这就是他们的那个革命创始人叫做霍美尼。然后霍美尼呢，他大概当时花20亿去把这种打造，而且他打造很特别，为什么？因为它的外观确实是有一点我们讲类清真，但是它的主体建筑物呢，其实真的可以拿来当赌场或者饭店，它又是钢骨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把现代跟古代的我们讲做一个结合。那它又是这些伊朗人心中的一些朝圣圣地，但里面你不要以为说它很肃杀，不是，它们里面是什么呢？就像很多家庭啊、伊朗人啊，都会去里面我们讲的聚在一起啊、观光啊、旅游，所以这个旅游的中心。如果未来可以摇身一变，变成是川普大帝啊，他在伊朗的一个我们讲象征的代表性。以前你看到这个陵寝，你就想到说哈米这个人；而未来如果伊朗重新兴生之后，当你看到这个，你就想到哦，这就是 Donald Trump 川普大帝的伟业。对不对？我们刚刚看什么？现在川普有2个目标，第一个是什么？他要把伊朗整个给翻掉，今晚或许就要来动手。第二个是什么？格陵兰现在网络传出第3种说法，他竟然说，原来进入格陵兰的钥匙竟然是川普的小儿子。对，那小儿子来讲的话，今年已经是19岁了、哦，他是2006年生的哦。那有人就发挥创意啊，哈，就是说很多的美国人，而且现在点阅率已经高达将近有700-800万人在点阅。700-800万人。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应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让丹麦的大公主啊，嫁给川普的儿子来担任。而且把格陵兰当做一个嫁妆哦，送给美国，这种做法可能是最和平的，而且是最好的、皆大欢喜的一个做法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位公主来讲的话叫伊莎贝拉哈，她是2007年4月21号生的哦，今年也刚好满18岁哦。对。然后她的儿子川普的最小的儿子哦，就是跟现在的这个川普的这个夫人呢一起生的哈，这最小的儿子是2006年3月20号生的哦。所以双方来讲的话，年纪相符哦。我们知道现在的丹麦的王室哦，事实上以往也是所谓的挪威的王室以及希腊王室的这个分支哦，甚至于说现在丹麦王室的这个已经退位的玛格丽特的这个2世啊，事实上也是英国女王前女王的这个表姐妹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欧洲的王室其实是混来混去的哦，那大家互相有这个所谓的婚姻关系哦，甚至于说过往来讲的话，法国跟西班牙也曾经因为有这个婚姻关系哦，也把这个毗邻俄罗斯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领土呢割让给这个法国过哈。事实上来讲的话，以所谓的领土作为嫁妆哦，在欧洲的王室历史上曾经有出现过，这真的是有可能的，不是说没有的。而且现在网友是真的，他玩真的，他们现在搞了一个什么？他说哦，这个川普的小儿子跟丹麦的公主以后的小孩会长什么样子呢？搞一个 AI， 结果还给我生成。对，所以这个 AI 先生成他们之间的婚姻状态哦，所以你看到他们有结婚照。然后呢，另外他们的未来结婚照，然后接下来小孩子的照片，孩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概长得非常清秀哦。因为当然这个伊莎贝拉很受到她的阿嬷的这个喜爱哦，玛格丽特2世非常喜欢她，甚至于说现在已经把当年来讲的话，那个女王的王冠呢送给她，所以丹麦他们是可以有女王
王来继承，所以当时就出现了这个玛格丽特二世哦。那因为2024年的时候，玛格丽特她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有问题了哦，对，所以她就提早退位，让她的儿子呢王储呢能够及早作为这个所谓的国王。那他国王的女儿就是这一位18岁的伊莎贝拉，就是现在大家关注的焦点哦。不过呢，其实在王室当中还有人关注另外一位更年轻的公主就是这14岁的，就是这个对约瑟芬公主。对，那这个约瑟芬公主来讲的话，她又没有所谓的傲气。其实她本身来讲，因为她长得比她姐姐更加漂亮然后呢，又有人讨论到她，因为她都到一般的私立的这个学校去读书，然后亲自也去打扫厕所亲自去做一些一般跟平民百姓的事情，甚至于说她去演话剧呢，还去亲自去做面试，没有靠任何关系，然后也发挥自己的长才。她的阿嬷也是一样就是玛格丽特二世也是一个艺术家。对，她本身来讲，这位丹麦小公主呢，约瑟芬，她也是一个艺术家，所以她本身又受到这个父母的这个宠爱呢。那曾经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法罗群岛，丹麦有一个属地叫法罗群岛呢。对，事实上她也曾经独自的去旅行那也不受家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约束规范那这一位。这个约瑟芬公主呢，事实上当然还是目前未成年了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让她的照片曝光太多。但是问题是这个她跟她姐姐，她还有一个这个双胞胎的哥哥，才跟她差几个小时而已那这个哥哥呢，目前也是列为所谓的第3顺位的这个王储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既然美国跟丹麦不打仗，然后从丹麦那边又不愿意去买这个东西，那倒不如说，今天来讲，既然皇室可以通婚比如说亚格鲁萨克逊人因为这个家族它是所谓的日耳曼。这个北方的这个小城市，然后变成扩大一个王朝去统治丹麦的，所以互相的应该有那些血缘关系那倒不如大家也不要打仗了，也不要去做买卖了，用这种联姻的方式来讲的话这样子呢，或许大家和和气气的变成一家人之后呢，那这个格陵兰的问题顺势就解决掉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